呃，今天呢，我们基金会的主人龙应台、还有我们的对谈的最重要的客人野夫先生，还有在场所有的好朋友、前辈们，还有在直播前面所有的听众们，大家晚安。今天是个很特殊的场合，我们要讲一个很特殊的题目。参加的野夫呢，就从名字一听就带有野气，一听就适合讲今天的主题。我不确定我是用什么身份被邀请来参加。你刚刚看到前面介绍我的头衔，野夫只写的自由作家，我写了好长一大串，国立台湾大学什么管理学院。但无论如何，也谢谢英台给我这个机会，能和野夫一起大家同场聊一个特殊的话题。这个话题的特殊性一开始从它的文字上来看就有一点特殊。我们都知道中文中有些名词，我们自己在这个中文环境中长大的，一听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可你要对外国人讲啊，解释半天解释不清楚。譬如说我在网络上看过一个段子，说历史上谁的动作最快，大家讲曹操。那所有中文世界长大人一听曹操啊，当然说曹操就到，绝对不会是别人，不会是刘备，也不会是骑着赤兔马的关羽，就是曹操。这个意思要讲给外国人听，就要解释了半天啦，对不对？整个三国都听他讲一遍。另外一个，譬如说我家如果我太太很凶，说她是母老虎，但我只要说我3杯酒下去，我就变母松，大家也立刻就懂这意思，这不需要讲。那个外国人就要讲半天啊，就是景阳冈在哪里呀，对不对？为什么要喝的酒啊？这个就很麻烦。同样，今天的主题是要讲江湖，在座大部分人对江湖这2个字一听就有那种心领神会的感觉，那这样就它有它约定俗成的意义。那我在这边就很简单的把我自己了解的一些讲一下，作为今天的开场。大部分人在讲江湖2字的起源的时候，如果大家就用 ChatGPT 或者 Google 上去查，都可以看到，常常讲到就是庄子里面提到的，说相濡以沫啊，相忘于江湖，这可能是大概文字上面明确出现江湖最早的地方。庄子中间也多次提到江湖2字，但大体上就是它字面的意思，就是江海魔河这些那个真正的字面的意思。可是随着时代的演变，慢慢这个江湖2字就被用在一些更多不同的地方。譬如说，当初范蠡在吴越战争以后，他离开朝廷，说到无知江湖，然后就是，但也的确没错，因为他是真的去乘船走掉了，所以那时候江湖还是有字面的意思，但已经开始有他后来指涉的一些带有民间社会的含义。后来在历史书上我们也看到有人说为官很有正身，人家就说他甚得江湖之民心，那这个中间也很明显是在讲某种民间社会。那甚至于相对于官府的比较正规体系的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就会叫别人江湖术士、江湖郎中。甚至呢，相对于比较严谨规矩的礼法，江湖也自然就带有某种浪荡的感觉。譬如说，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一听江湖，你如果在换上别的名字，好像就少了一点那种浪荡的意味。然后随着这些时间的慢慢演进，慢慢这个江湖就越来在很多人心目中就自然有它的意义了。特别是如果我们回顾整个中国在历史上的各级的政府的这些统治，它的这个网其实并不严密，通常到了地方层级，其实力量都不太能贯彻下去。可整个社会要能适当的运作，以前的底层社会主要是靠乡里宗族，但是随着乡里宗族的力量也有其局限，譬如说在一些商业活动或在一些其他活动，它就需要一些更多的力量去帮助它维系，甚至让很多事情可以更顺利进行。这中间可能包括了生存的需要，它要争夺地盘，它就需要一些更紧密的团结大家来做，甚至要维持商业的某些交易秩序、运输的方便，它也需要某种结盟组织。这些结盟中间慢慢就形成了某种民间组织网络。
然后这些东西恰恰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相对于官府或者某种正规体系形成的一些特殊的民间的组织形态。然后呢，甚至在不同的时候呢，组织更严密、更明确，就成为我们一般大家听过的帮会。在平常的时代、陈平的时代，这些民间的，甚至有时候隐而不显的力量，甚至可能是社会安定的一个主要力量。可是，在社会乱世的时候，这个力量甚至可能汇聚在一起，也可能成为推翻朝廷的一个主要力量来源。那这一类的故事呢，我们通过多年来的这些话本小说，从《水浒传》，从大家熟悉的七侠五义，甚至到了民国初年的平江不肖生的《江湖七侠传》，那不要说后来我们在台湾、在香港看过的众多的武侠小说里面，江湖二字在很多人心目中自然就形成了这个特殊的意义。特别是譬如说金庸写《笑傲江湖》，所以今天我们讲江湖二字这个紫色的意思，大概也不需要特别去怎么定义，但是就像大家心中这个意思。但大体上，我们刚刚综合起来讲，这个大意义大概不外乎就是说，正是一个非官方的、被正规体系的，是属于民间的，属于比较底层社会，是有它自己运作规范。这套运作规范弥补了很多，不管在社会上的官府中间的治理体系，或者是民间的道德约束的范围之内，它自然形成的另外一种力量。有时候是稳定了社会，有时候方便了整个社会的运行。譬如说，我们今天对很多人讲这个事情，你要有江湖道义。江湖道义的 exactly 是什么？讲的双方多少都有点感觉，但这个大概都不是某种成文法，更多实际上是约定俗成的道理。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这个野夫来给大家讲这个事情。既然是要讲江湖，如果今天是很正经的告诉大家，我这种拿学校的学院派的东西来讲，一听就不是江湖的味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找野的来讲。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是野夫来讲的主要原因。那我希望这个话题我刚刚前头讲了一大段，我们想是不是看野夫帮我们先带我们回到历史上一段，特别就是我们大家今天在台湾还多少熟悉的一些历史上有名的一些江湖上的一些帮会，譬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从天地会开始我们称作洪门的，或者叫三合会，后来大家也可能听过的青帮，乃至野夫出生地区附近以前对非常多的哥老会的，有各种各样的帮派。野夫可不可以帮我们大概做一些这个当初这些从明朝的或者清朝时代的这些帮会、这些江湖的是怎么样形成的？感谢大家啊，感谢龙应台老师，尤其感谢管爷给我面子来跟我对话，我真的是一介布衣，这是校长、院士能够跟管爷这样的台湾人称他身上有江湖气的学者来谈江湖，这是我一个赏心乐事。关于刚才大致把江湖的这个一个渊源说了一下，我先做一点点补充。就庄子在庄子笔下是把社会分成两元的，就是庙堂、江湖。任何一个社会，庙堂代表体制，体制外的都是江湖。这个我是完全赞同的。那真正给庄子只做了这样一个思考和分类，真正给江湖给他以核心价值观的是墨子，诸子百家里面的墨子。墨子是我认为是江湖的始祖，因为他不仅是提出了扶弱抗暴、兼爱非攻这样一些放在今天来看都是普世价值的东西，而且他带着他的学生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组织化的管理，而且不仅是一个授业传道，他是真的去干活。比如说你大国楚国去欺负宋国小国，我墨子就带着我的学生去帮宋国守城，一战下了几十个学生。他有他严格的组织，有他的制度，有他的纪律啊等等，这是墨子真正的。所有后来的江湖
帮会也好，社团也好，行帮也好啊，其实都是从墨学这一支发展过来的。那么墨学这一支在韩非子看来就是说，儒以文乱法，墨以侠以武犯禁。那么它是挑战体制、挑战权力的这么一支学问啊，历朝历代必将打压它。那我们看到《史记》里面写到的所有的那些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其实都是墨学后人，墨家子弟。那是我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群男人，当然也还有女人啊。那像《唐立之花》里面写到的那些聂隐娘啊，这些就在那个春秋战国时代，曾经有那么好的一群中国人，是那么有骨血，那么有懂得要互相爱护兼爱，懂得不能以众凌寡，以富辱贫，这些伟大的人生观都是墨学。那由于历朝历代都把墨家视为是反贼的一个思想啊行为的大本营，因此历来都打击墨家。墨家是因此在战国以后，几乎就慢慢走向没落。那个郎庙和江湖在范仲淹的这儿也是这么分的处庙堂之高，则有其民；处江湖之远，则有其君。他这个在范仲淹眼中也是庙堂以外就是江湖，但是像范仲淹这样想要做忠臣名相的人，他会想到两头，我都想我假设在庙堂我应该怎么样，我在江湖我还是应该怎么样，这是范仲淹的思想局限。那真正的江湖就是开始从同乡会呀手艺人的行帮啊，这个开始有大的发展，应该是在明朝。因为明朝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一开始萌芽的一个时代，因为水陆交通也开始慢慢发达了。那水陆交通发达就必然诞生了大量的行商做商是在这儿开个柜台，行商就要游走贩卖还包含运输业，用今天讲叫物流的。所以说这社会上的流民多起来了。流民多起来了过后，我一个湖北人，我要想到福建去做生意的话，我既不懂福建的语言，也不懂福建的规矩，那怎么办呢？那我会首先到福建，我去想办法找湖广会馆湖广会馆那是我们老乡，广义的老乡，他们主办的，语言我可以沟通，我能在那儿借宿我能在那儿了解这个地方缺什么，我下回带什么来，它是一种商业需求。每一个的行帮组织开始诞生，然后每个行帮他又会自己在历史上去找一个自己的老祖宗，比如说木匠和石匠，他们的老祖宗都是鲁班，他们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要燃香进贡的必定是鲁班。那梨园行的他们会把那个唐玄宗奉为他们的主事业因为梨园这个行较之梨园吧，这些唱戏的也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很好玩，这个包含那个打铁的会把老子、李耳奉为他们的主事业那他们烧下，我一直想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老子为什么他会成为打铁匠的一个主事业要是把那个嵇康认为是，我还有点相信的但是他的丐帮也是这样，乞丐要游走四方，他也需要抱团，一个人在这个市面上行走总是需要寻求帮助的。那么乞丐里面分的很细了，丐帮里面那有范家门，他们的老祖叫范丹
那都是根据民间故事说，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没有困于陈蔡，没有饭吃了，去找一个叫范丹的人讨过粮食。那以后范丹的这些子孙们走遍天下，都要到你们读书人的家里面来讨饭，因为你们的老祖宗孔子欠了我们老祖宗一碗饭的这个他这些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真正形成秘密社会的，因为现在我说的这些行帮还不是秘密社会，它只是一个行业组织，包含中青会这些过去同是科举的同年之间的关系它也是一种民间纽带。但这个还不是后来的我们所理解的半秘密社会甚至秘密社会的这个江湖。所以说我把江湖又要分成广义的江湖和狭义的江湖。狭义的江湖就是指的秘密社会这一块，而这一块的，就我的阅读来看，真正的形成秘密社会的江湖的诞生是从台湾，反而不是在大陆诞生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为了他的政治主张是要反清复明，但是到后来明朝就根本不存在了，你要服的那个对象都没有了。你这支军队在台湾生存，你靠什么？你没有皇粮了，没有军饷了，没有组织上的那套奖罚制度了，你靠什么来维系这样一支力量呢？他们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看到了中国那些江湖行帮这些那决定把部队江湖化管理，成立天地会，在部队中间成立天地会，大家变成一种袍泽关系，变成一种兄弟关系，用情感纽带来维系这样一个组织。那在郑成功早期，那会儿还有强烈的收复光复大陆的那个愿望他会派弟兄们潜回内地去发展组织，这个就有了历史上最先派过去的一位叫洪英的人，这都史书上查得到的。洪英这位人到了福建登岸，然后到那会儿在清朝还没那么鼎盛的时代他们这就是天地会派过去的，那么他发展出来的组织就成了洪门，这是洪门的来历。那洪门里面又派人要到西南中国去发展，因为在浙江江苏这一带，洪门那会儿发展的很好，那又派了陈近南到了四川雅安开山建堂，这就有了洪门的分支，哥老会，大陆又叫袍哥。那另外还是从天地会这里面派出去的人，在青帮的历史上著名，称之为开山老祖的姓翁的、姓钱的、姓潘的三位先生，打进了京杭大运河的这样一个清朝的粮运组织。那他们进去过后，在这一块因为粮运它是一个行船过闸，它是要技术的，那么要拜师认徒，他们开山就诞生了青帮这一支。这就从清初开始的这三大帮会在中国遍地开花，一直到今天，大家知道海外的华人洪门依旧遍天下，今天的台湾洪门青帮都还是存在而且现在是合法化的存在。所以什么叫江湖？我说简单一句话总结，英语翻译的江湖，它没有对应的一个词翻译，它翻译是一个短语，叫有兄弟的地方。就像我此刻坐在这儿，有诸位兄长在，这就是江湖。感谢，我的先描述到这儿。
谢谢。那个大家都提到了这个，从不管是宗族之间的自然的结合，或者航邦之间的结合，到慢慢有些因为需要，比如在反清复明时代，慢慢转入地下。那事实上，刚刚提到的，从天地会发展出来，变成洪门，变成青帮，变成哥老会。事实上，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历史中间，也是天地会后来洪门的分支，就是三合会。三合会一直都在两广，当然很大的程度，它利用了两广地区的语言，还有他们的乡里之间的结合的特性。所以你看，有清一带非常多的造反都是可以跟三合会、天地会都可以扯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在台湾的几次，像林爽文、戴潮春的事件，大体上也是跟天地会有关。从太平天国之前跟之后，两广之前非常多的也都是三合会的活动、叛乱，乃至到后面清朝到衰落的时候，当年的革命党起来也是广泛的利用的三合党的网络会众。大家只要看看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譬如说几次的在南方，不管是兴中会或后来同盟会领导的起义，他都需要有人能够适当的把火药、武器可以偷运进去，哪些人可以要事先埋伏在什么地方，这些地方都不会是一般人说我自己背管枪扛了一个行李箱，不是在今天这么容易的事情。以前进城门是要盘查的，所以他一定是有他自己民间的网络。这个就是当年利用不管是三合会或这些地下组织，他们自然会有他们的办法可以传递这些讯息，然后运送这些必须的物资，才有了这些民国之前革命中间的一些行动的可能。那个时代可不是有手机、有网络、有讯息那个传简讯的时代。这一点上是不是也可以请野夫谈一谈您知道的，特别是在清末明初一代，其实包括孙中山他们跟洪门之间、三合会之间的关系，还有众多的革命党的元老们当年是如何跟会党发生的关系，从而开始建立起他们的革命的网络。先我可以盖棺论定的说一句话，没有帮会，没有中国的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结束2000年多年的帝制的这样一个机会。我敢这么武断的说，是因为在清末，像流亡在日本的这一批人，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黄兴成立华兴会，那个后来那个武汉的新军里面的共进会，然后是浙江那边有光复会，最好玩的是光复会。光复会的前身是暗杀团，团长是北大校长，那会儿还不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校长是可以干，那会儿干革，你们大家小心一点啊！蔡元培这个竟然是光复会的那个暗杀团团长，然后由暗杀团转为光复会。光复会下面包含了哪些赫赫有名的人？秋瑾鲁迅，很多文人，刘大白、许寿裳，这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大批的知识分子参加暗杀。那孙中山这当年走的革命道路也是走暗杀起义暴动的这条道路，他不是走什么农民革命啊、农村包围城市这种道路。黄冈72烈士68个人是洪门子弟，林元明这些是洪门子弟啊，那意味着在清末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精英呢，而且这是见过大世面、都出过国的这些社会精英、文人，在干革命的活，在干武夫的活。所以说到前面的所有的这些不成功的或者成功的
暗杀，其实推翻不了一个王朝。你杀几个巡抚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你攻陷一个衙门，你又守不了，所以那种革命呢，慢慢不起到作用。但是在辛亥的武昌，辛亥年的武昌，那会儿新军中间已经有大量的就是共进会呀、文学社，而且辛亥革命里面有个重要组织叫文学社，一帮也在新军里面的，相当于喜欢写诗啊这样一批人啊，准备再一次发动起义。历史完全太偶然了。当他们在孙武，他们不是孙文的哥哥，就是另外孙武，孙大帅的哥。孙武他们在调配炸药的时候，在租界调配炸药的时候，一个哥们儿像我一样爱抽烟的人，抽烟火星掉进去，提前引爆了这个炸弹，引起了租界的巡捕的抓捕。抓捕过后，把他交给了清代的湖广总督在武昌，交给了巡抚。革命的原计划10月16号才起义的，因为这个提前引爆，然后新军中间革命党趁机纷纷造谣说，我们的名单已经被朝廷拿去了，现在他们准备逐一抓我们了，于是要提前革命，这就有了双十节，中华民国国庆节的来临。双十这一天打响第一枪，那完全是仓促的形式。当时把李元洪拖出来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那是强迫的。而且当时就算李元洪出来，在武汉的也就一个女的兵力协同，李元洪就是一个协同，也就是相当于现在一个女的兵力，根本无法对付朝廷的武装。那朝廷很快启用袁世凯，袁世凯那会儿已经辞官归里了，已经准备过躺平的生活了，重新把他请出来，然后让他组织他的新军南下讨伐。这边是海军，清朝的海军其实在那个辛亥年的时候已经在亚洲算是一流的了，不差于日本。海军司令沙振兵是一个穆斯林，沙振兵带的舰队已经下旨让他从上海开到了武昌，已经在开到黄浦楼下。海军那会儿的装备是陆军完全无法比的，几炮就可以把你占据的所有的据点打平。在这个舰上发生的故事，我认为是真正可歌可泣的历史。他的部下沙振兵带部下很好，但是他的部下里面已经有很多革命党人，就是这些会党，就是这些帮会的人。这些人平时很尊敬舰长，舰长对他们也不薄。那这个时候开来了，清朝就凭这条这个舰队就足以把革命的火焰扑灭下去。但是船上的革命弟兄跟舰长说：“舰长，我们都很尊敬你，我们不想对你动手，请你不要开炮，请你不要下令那个，我们愿意礼送你出境。”那岸上的湖北省那会儿有咨议局，相当于议员汤化龙先生，一介书生，亲自划着小船登上舰艇跟沙振兵，因为相当于他是地方名流嘛，沙振兵和他之间互相是都知道的，跟沙振兵谈这个历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你不能开火，开火你可能舰上的兄弟都会把你杀了。沙振兵才放弃了镇压，决定一个海军司令决定弃舰上岸，由舰上的兄弟原路护送回上海，这才有了辛亥革命的后来。加上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袁世凯拥兵自重，逼太后逊位，达成那个清帝逊位的这个协议，然后是中华民国完整的从清朝接过了清朝打下来的整个中国的版图。所以中华民国是要说法统上的正当性，就是中华民国没有这些江湖帮会的，这些过去完全都是帮
连孙中山都是在美国加入的洪门，他加入的是叫致公堂，堂主是司徒美华，司徒美堂，司徒美堂啊，然后多次他发动的起义都是由洪门帮他筹资啊，然后派人出钱出力，他才成为一代国父啊。所以说我认为江湖杭帮江湖这个事情我们不要把它妖魔化。后来的很多人一谈到江湖，仿佛说的就是黑社会，不是这样的。他是最初的江湖都是从墨子时代开始，都是由这个民族中间的精英组成的。我想特别重要的是，相对于在官府统治之下，如果你要发生任何的行动，像清末的这种革命行动的时候，你本来就需要一个庞大的民间网络作为支撑。没有这个民间网络，你光靠少部分人在那边呐喊啊，说我要革命啊，像不管孙中山或黄兴的，其实是不足以成事。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提到三合会在有清一代是多次造反，所以三合会本来就有这种反清的传统。所以很自然就跟当时的革命思想结合，这也是为什么国父在旧金山时候他就会加入致公堂。那致公堂大家也知道，他后来是成立了正式的政党，他现在是中国大陆8个民主党派之一。对。但是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后，似乎是并没有跟这些会党啊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譬如说，当然除了我们晓得在我们老总统北伐的那个时代，就在上海在沿长江一带有了著名的就是清党的事件，但是清党中间当然就很大的程度得力于当时的青帮的协助。是不是可以谈谈这一段中华民国政府是否跟这些成立了以后，当初得力于这些会党地下组织成立以后，后来跟他们的关系，包括后来南方北伐中间跟他们怎么样利用他们，也谈谈著名的大陆称作412反革命事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好的，进入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从国父到下面的文武百官都深知我们来自于江湖，我们是当初的江湖弟兄，因此在清朝属于半秘密的这些帮会，在中华民国的时候是合法化存在的。而且你刚才称到的先总统蒋介石就是青帮弟子，蒋公啊，他就是黄金荣的弟子。那他不可能来把整个荡平江湖，不仅不是要荡平江湖，而且他手下的军官也很多，还是袍哥啊，像从四川撤退到台湾的杨森，这袍哥的龙头大爷啊，就是他手下的文武百官，很多人都有江湖身份，一方面做着党国大官，一方面还是江湖上做上山牌的人。那在那段南北分裂，然后北京成立北京政府，孙中山、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在广州成立广州政府，中国也有一场南北战争。那在这场战争中间，当时苏联共产国际开始在中国下注，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给你们钱，给你们武器，要求你们必须走一条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道路。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巨大的他们真的下的一盘巨大的棋，这个棋一直祸害到我们今天。那国民党孙中山当时也需要苏联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援助，要打一路北伐，要统一全国，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那个北洋军阀那会儿还是很有作战能力的，像吴佩孚这些都是名将。那跟共产党联合在一起，那个时候共产党有一个内部政策，就是要求
同时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身份是秘密的，我们要同时加入国民党。那包含毛泽东这些都是加入过国民党。然后在这样一种所谓国共合作一起北伐的路上，共产党就开始搞那个农民革命了，借这个机会，这就是毛泽东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论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你们看了那个报告就知道，后来1949年之后的大陆的土改，它的来历其实早在北伐的时候就是这么开始。对，北伐的军事一路在前面打，共产党在后面一路的杀那些所谓的土豪劣绅，他们称之为地主，其实就是要走一条所谓共产道路。当打到武汉，蒋介石就已经非常明白这个跟共产党不能玩下去了啊。那广东也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啊，这样蒋介石开始想要亲共了，不跟共产党合作了。但是国民党的也分成了左翼右翼，蒋介石代表右翼，左翼是汪精卫这一支，还是主张容共，不要血腥屠杀。那蒋介石不同意这一点，但是他要不凭借江湖胜利，他那会儿还远远没打到上海，上海的地方军阀还是孙传芳。那蒋介石利用过去自己在上海滩混江湖的时候，黄金荣是师傅，杜月笙是前辈啊，他跟这些关系非常之好，然后派人去给上海的这些江湖老大说要把共产党，因为在上海共产党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发展的最多，无论谍报还是行动人员都最多，因此在上海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这些共产党的外围武装组织。那蒋介石要求请江湖出面把他们缴械，然后我们进来的时候可以不受抵抗，这就有了史称4·12反革命事件啊。紧接着4月2之后，4月21号是长沙开始杀共产党，马日事变，马日产共啊，对。那这就使得这已经是1927年的事情了，这就使得国共完全分裂了。因为那确实那会儿蒋公也没少杀人但是确实杜月笙他们出面在上海去把整个共产党发展的这些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全缴了，也开枪啊，上街游行的扫射，那会儿也确实毫不留情。那于是在共产党的掌控了的一部分部队到了南昌，8月1号起义，这就有了中国解放军的来历。这个历史就这样，杜月笙他们、黄金荣他们这些江湖大佬，等于参与到一场国共的第一场撕破脸的这样一场斗争里面来了。相形之下，好像共产党并没有特别在利用帮会力量。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在北伐中间，他一路的土改，还有包括杀人这些东西，他事实上就已经破坏了传统的那个地方网络了，对吧？应该，即使贺龙也是哥老会的，他是哥老会，共产党里面还很多家，还有那个，但他们好像似乎并不是像国民党曾经在不同，就革命党时代到后来的不同阶段利用这些地下会党。共产党好像没有听说有怎么利用地下会党，有利用，他们是尽量掩盖这个历史。我随便举几例，或者我们这样说，共产党本身就像是一个大的秘密地下会党。对，这个定义是正确的。共产党里面我们且说朱德，这是创造了所谓解放军的啊，也如果要称解放军之父的话，朱德是啊，他就是袍哥。贺龙是袍哥，刘伯承是袍哥啊，搞秘密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亲帮。这个里面共产党的将领里面还是非常多的江湖人物，他不然崛起没那么快。
是美国的，到底是我现在记得不清，是索尔兹本里写的长征，还是斯洛写的那个《红星照耀的中国》里面谈到一个细节，这是我多年前看的。大家从江西所谓的长征啊，其实是流寇啊，一路躲，然后到延安，像一方面军毛泽东这方面，一方面张国焘这一块儿，那都损失巨大啊。那个毛泽东亲自带的中央红军损失巨大，是最后赶到延安去会师的是贺龙的二方面军。贺龙的二方面军到延安的时候，他们出发的时候，比如说是5万人，到延安的时候可能还有4万多人，而其他的部队是出发的时候10万人，去了的时候剩1万人了，死的死，逃的逃。老毛都很奇怪，贺龙你为什么你的部队战损这么低呢？贺龙说不是我战损低，因为我沿途走，我士兵一减员了过后，我跟当地的龙头大爷说，马上派出一批江湖兄弟来加入我们了。这后备军这是真实的历史，他不是不利用，而且是非常深的知道，我认为他们比国民党还深的知道江湖的可怕之处，因为秘密社会的一套管理办法，它是比现代政党要严格的多的。你现代政党，你说我要退党了，你说要把我灭门，那可能现在政党做不出来这种事。但江湖上讲的是我就拿洪门说，洪门有36条誓词，就加入洪门的时候要宣誓的。我不知道加入国民党要不要宣誓，共产党也是要宣誓到现在啊。那洪门的36句誓词，每一句的结尾都是叫要么是万箭穿心，要么是那个雷劈全家，都是这种词。这是江湖的一套观念，它行之有效。3刀6洞就是这些词汇就这么来的。你对不起兄弟，我们2个是兄弟，你在背后说我坏话，或者你调戏我的老婆，那对不起，请前3辈的来吃讲茶，吃完了是你的问题，3刀6洞自己捅啊。这他就是江湖社会的这一套管理办法，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它守密保密的程度也远比现在政党要高得多，所以说它特别适合用于革命造反。它的包含江湖的那套秘密语言系统，又叫海底，又叫春典总之就是黑话，我们现在称之为黑话。这套黑话系统，我是看过全本的黑话系统。这套黑话系统，在我坐牢的时候，湖北的那些犯人还能够交流。他这一套到现在为止，还可以说很多杭帮留下来的秘密语言，到现在依旧还在这个杭帮里面使用。我简单举例，武汉靠江的水产卖水产，淡水水产，和鲜卖和鲜，它是总之是只有那么多少家人在做这个生意。他们的有一套报价方式，你是一个餐馆老板来，你要采购我20条鱼，你要是用行话跟我说的，那我就会是给你的底价。如果你不是用行话说，我一看这是新开餐馆的，根本不懂的，那对不起，按市场价。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的。因为我简单举例，他1、2、3、4、5、6、7、8、9、10数字，在他们我不知道这些话与台语有没有关系啊？他叫6月汪泽中神心张爱六，这是1、2、3、4、5、6、7、8、9、10的。他这套黑化系统一直，共产党灭江湖已经灭了半个世纪了，半个多世纪了，民间他还是在秘密的传这些。所以共产党知道江湖的那种反叛性，
知道他们敢以武犯禁，因此共产党夺得天下之后，首先开始的就是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从50年开始到53年。就这个里面，清匪反霸，当然以肃清国军残部那些散兵游勇为主，地方乡绅除灭为主，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重要任务叫消灭反动会道门。什么叫会道门？它不仅是指的衣冠道啊、白莲教啊这些，所有的袍哥、青帮、洪门是老大的镇压，普通人赶快白政府自首、宣誓退出，金盆洗手，不许再干。所以说，整个1953年之后的中国，整个民间社会、民间组织荡然无存，5月独争，一党独大。对，这个包括我们看到这些会党历史，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从有清一代不停的造反作乱，拥有庞大民间组织力量的三合会，后来在中国大陆是得彻底绝迹。三合会有势力的是在香港，中间当然很多是在内战时期就逃到香港，然后继续繁衍下来。所以今天很多会党的势力，它是在海外留存下来，事实上也包括我们在台湾，也会看到一些帮派的遗留的痕迹。虽然他可能还用同样门号，我不确定他们跟以前的关系，但是大陆在这个正反运动中间，在这个强烈的肃清，当然也包括肃清国民党的残部的中间，他们是杀了非常多的人，而且他们特别是因为整个行动过程中也非常血腥，所以造成这个本来是以一个秘密、是以信赖为主的这个体系彻底的瓦解。我们讲的这个很多都是历史上的东西，我们还有时间，我想把这个题目拉回来，因为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野夫兄他自己不仅曾经当过公安，后来在64之后脱离这个体系，他参与了非常多活动，也是他行走过大陆的大江南北，他接触到整个社会。如同刚刚野夫兄提到，就算共产党把这个会党那个会道门都剿灭了，但是民间这个东西，从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这些所谓的江湖，本来就是在这些政府的既有体系网络之下中间冒出来的东西。只要还有人，还有社会，这个体系它就有发生的可能。也就是只要有人在，就有江湖。所以野夫兄他自己经历过很多，特别是就是这本书《国政》中间，他写了非常多奇人异事，包括其人一看最吸引的，像朱教化啊。午餐里面我才看到了许多有关丐帮中间的那些特殊的东西，甚至也包括这些哥老会这个大哥都被杀了，那小弟其实他在地方还是扮演了某种地方士绅稳定社会的力量，这个是属于很切身的经验。这也会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以为在大陆共产党就铁板一块，所有事情都是由共产党说了算，没有错，多数的是。但是那个民间社会、民间力量其实还存在。只是不同的时代，有时候民间力量稍微强一点，很多时候革命太热的时候，可能力量完全被压下来。这个是很切身经验，我们在台湾不可能有这个经验。我们让野夫兄来跟我们讲讲，在大陆还存在的地下社会那个江湖，就是经过几十年的对任何民间组织的取缔、打压、判刑，大陆是基本就我所知。不可能有秘密，真正的秘密社会像过去的清末民初的那样的会党存在的，这个几乎没有可能。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江湖已死呢？我从来认为江湖是永远不死的，就是因为江湖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说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仁爱的仁；道家的是道；墨家的江湖是义。万事莫贵乎义。那义这种东西，在只要有华族的地方，它依旧是我们很多人愿意尊敬的一种德行。哪个朋友是讲义气的，哪个朋友是讲道义的，我就愿跟他往来。那因此，在
你不可能把一个民族的这种美德全部消灭掉。那这种义气在中国的民间社会，也许官僚系统互相都不讲义气了互相检举揭发肯定不能讲。对，你要被抓了，我是不会敢管的。假设我俩同朝为官的话，我连打劫我都有危险那但民间社会这种义气还是存在。那我们简单举2个故事，都很我应该说可歌可泣的故事。一个是60之后的黄雀行动，那是由香港港之年司徒华叔发起的，拿钱请的是从事走私生意的6哥、7哥他们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竟然就有本事在中国那么的天罗地网的通缉追捕之下，营救200多个人到香港，然后送到法国、美国。至今在海外活跃的民运，大陆的民运领袖也或者活跃分子也好，多数是当年这场黄雀行动救出去的人。那黄雀行动救的细节那就是太复杂了，我就不在这儿讲了。最后我只讲一个黄雀行动，其中有2个弟兄在海上翻船死了，有2个弟兄在湛江被抓了，当年的新闻联播都播了的，派来进来接应的兄弟被抓了。抓了过后，6哥叫陈大珍，这位现在也是老前辈了。陈大珍决定自己通过驻香港中共驻香港的组织传话，我到你们公安部来投案自首。他把一件秘密的事情我就现在光明正大，我要来找你们公安部。找公安部，当时陶世居部长接到他，就说我是来找你领我2个弟兄回去，我给你的回报就是我终止这一场，我不赚这个钱了，我终止这场营救行动。但是这2个弟兄他们无罪，我把他们带回去。这是中国警察系统极少有的跟江湖还谈判达成妥协的唯一的一案。中共的他是不会跟你谈判的。那这种行为放在古代都是了不起的，这种你有这样的大哥，你就会有你的手下就会有死士，这就是江湖精神。他靠的什么？他6个他们根本不懂你民主自由信仰这些，他不是为你这个干，我就是因为我尊敬司徒华叔说这活给我，而且还给我钱了，我就去救就完了，这是江湖。那另一方面说，我们10年前在大陆，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我就不说具体的名字了，发起了一个行为艺术，你可以视它为一个行为艺术，我们叫送饭党。因为太多的朋友因言获罪，被捕下狱，他们的老婆孩子没有收入，无人管。我们这帮朋友决定要来救济这些家属，这只是一个人道主义，是一个慈善行为。那我当年的微博还不像今天管得这么紧，我们就在微博上面注册了一个店，一个小店，叫肉铺，就卖肉的铺子。肉铺卖什么呢？第一，肉铺有送饭党宣言，送饭党宣言，你要点击要看这个必须付1块钱，那谁都付得起这1块钱。但是竟然有送饭党宣言，都想进去看一下这个宣言是说什么从警察到民间都想去看看，看一下你就付1块钱，每天都是几千人去看，每天你都能收几千块钱，这是一种集资方式。第二种集资方式，管爷来了，我在肉铺里面拍卖管爷，拍卖什么呢？就真的像拍卖一样的，有管爷请你们吃一餐饭，这边我们跟管爷商量了，你就请人吃餐饭而已。但是很多人呢都想跟管爷吃这餐饭，就拍价，但是到今天半夜12点落锤，那价就一直涨，从你想都想不到，
你可能最初只想通过这个行为募个5000块钱，5000那边马上报价6000，这边马上7000，马上8000，10万，就这么翻。光我一个人的饭局，就我还不算大陆多么有名的人，我请人吃饭，那个饭局竞争一直竞争到半夜12点落锤的时候，13万多块钱，我就花1000多块钱请拍到的人，我请他吃顿饭，这个钱我又不拿，马上有专人，我们是送爱，必须专人2个，一个拿钱，一个拿摄像机，送到人家饭熟的家里手上，记录下，每一家送12万，那是真能救急的。到这样的被我们拍卖过的，像管爷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大陆刘瑜啊、何卫方啊、于水建荣啊，多的都一拍一个准。因为民间有很多人，第一是愿拿钱来去帮助那些因言获罪者的家人，第二是我愿意结交管爷这个朋友，我花10几万结交了管爷这个朋友，管爷可以带来上百万的利益，管爷指导我炒个股，可能我也一下就发大财了。人世间都有一种这个而且管爷愿意出来请我吃饭，这个他也是在为这个家属在做贡献。那我们在道义上是一样的人，这个就是江湖。这个你知道，共产党发现了封掉我们的肉铺，我们把它变成米铺，米铺封了，我们把它变成面铺，面铺又给你封了，然后第一任主席，我是第2任主席，第3任主席、4任主席都是大陆有名的知识分子作家，我们都敢，这是要提着胆子干的活。哪怕你是戏称送饭党，哪怕是戏称你也是党，你这里面你知道这个党员已经发展了多少了吗？就是当然是开玩笑的党员啊。因为我们里面打开这个《送饭党宣言》里面第1条就是，凡阅读付了1块钱的，我们自动视为是本党党员。这就是柔性政党。所以说那个时候当最后封的时候，已经几千万党员，这种筹资的集资的方式相当了不起。第一，阅读一篇文章都1块钱，对任何人都掏得出来。跟拍卖一个饭局，那很多有良心的名人、画家、艺术家都愿意。你们既然做这个，因为你们是人道救援，你们也不是去造反的，你们相当于说的是收尸人，战士死了，我们来收尸。那谭嗣同被杀了，还要王五去帮忙收尸了，这是江湖精神，这是需要的。所以刚刚那个野夫介绍的这些民间情况，我觉得中间有一个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他民间一定还要有一定的力量，不然他实际上无法支援刚刚不管从黄雀行动一直到后来的这个送饭党的一些行为。那随着这个大陆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它也逐渐累积的民间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慢慢这个网络形成。但如同野夫讲的，在大陆你要变成一个很具体的，真的是一个有组织、有明确目标这样活动的党，至少在可见的将来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呢，完全不妨碍它会有这样的网络的形成。我记得那时候就看到野夫提到他到哪里去，他直播在微博上面就提了一下我要到哪里去，第2天当地就已经接待的人啊，从住的到什么地方全部都联络好了，表示这个网络是特别透过现代的这些网络资讯的东西，它是非常容易建立，只是这东西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就像早年这样有组织的力量。但我相信要变成这种有组织的方法，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定会有一种办法会让他们成立这样的。换句话说，江湖不会不存在，江湖还会有它另外一些不同的那个形式存在。那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野夫兄谈一下你自己切身经历中间有没有什么你特别经历过的江湖中间碰到的奇人异事？你可以有国政中间提到的事情，或者你在你实际
跑到各个地方中，你看到哪些特别的人，还显现出这种传统的江湖形态，特别把这个义字放在前。您刚刚提到这个黄雀行动那个，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就非常像我们看小说和电影里面提到的嘛，就我自己上门了，但我要带我兄弟走，对不对？讲讲看这个切身的经验。切身的经验真的是你随处其实是你会发现这个江湖是一直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社会，它一定有灰色领域的存在，就是官方也不能去涉足，良民也不愿去涉足的那么一些领域，比如说色情业，比如说赌博业，比如说建设用的土石方业，任何国家都有。那任何国家这些领域几乎都掌握在江湖手上、帮会手上。你比如说土石方，你在这儿要修栋房子，你一定要用到沙土。我相信台湾这个我没调查，但是我敢断言，一定是有那么几个人垄断这个行业的。是。但是他垄断并不是说你管员你必须给我高价，完全随行就是，只是说你不能给他价，你只能给我价，这是你的这个建筑在我的势力范围。他们讲的是这个，并不是说抬高物价啊，来欺行霸市，说你要不给我这，那就变成抢劫了。江湖并不是抢劫，那在大陆依旧是，虽然赌博也好，事情在大陆都是非法的，但是有吗？每个人都知道有。那他谁在运作这些？一定是有人。尤其大陆大量的建筑、大量的土木工程，那些使用的河沙石头这些，在各个县里面都是在这些江湖人手上。那这是我从面上来说，从好玩的角度来讲，我讲一个故事。有一年那会儿我还在当警察，一身便服回家啊，穿一身便服，然后到火车站一看，火车开还有半夜到的，火车开要凌晨，那半夜3-4个小时又不愿花钱去住个旅馆，就在火车站边上有一个仓库的那个地下铺一张报纸，就准备在那儿坐一晚上。哎，一个跛子啊，瘸腿的男士走过来，在我的边上铺一张塑料纸，在那儿睡了，还呼呼大睡。一会儿就有戴红袖箍的人来拿着电筒，不许在我这儿睡啊，这样。首先就用脚把那个瘸子提起来，然后要赶走。我因为带着警察证、警官证，只是我着的便服，我当然就不会怕他们。你们有什么权利赶他走？我们在这个屋檐下，等一下火车，你拿出哪一条规定来不允许我们在屋檐下啊遮风避雨？因为我那种语气，我年轻的时候那种杀气，那两个人一看惹不起，算了，慢慢的走了。走了过后，那瘸子就跟我觉得我是他认识，就说：“哎呀，哥来，你那个纸不该朝到我这个塑料布上来。”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聊天。我就问他是干嘛的，他是唐山大地震，父母死了，他被砸坏了一只腿，成了一个那个残废人。残废人要在中国体制外怎么生活呢？他江湖社会就自然的有人来教你，说来，看你孤儿可怜，教你摆象棋残局。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下象棋残局，摆象棋残局，那是古老的朴素，都留下了无数个圈套的。你只要你出10块钱，你下赢了，我赔你100块钱啊，那你肯定愿意一看，而且这棋面往往是看着你一定会赢的。那这种手艺在江湖上，它黑话叫耍木花的，那种象棋是木头做的嘛，耍木花的，丢木花的啊。他说我是靠这个生活的。我说这个在警方眼中也接近于诈骗了，有的地方管，有的地方这是技术活是吧？但是什么叫不算呢？有输赢的可能的，你这个注定是要失败的，就是诈骗。那当然我是靠这个活的，因为师傅教的这个手艺。
我说你各地那有的地方会管，他说因为我每次只一局2块钱，那这个数额太小，不构成犯法。那你要没收就没收，我就走了。我说那你到海口，你现在到湛江来干嘛？他说我要到海口去。我说你到海口去干什么？那会儿100万大学生去海南都找不到工作，你一个学子去那儿干嘛？他说我已经从我们江湖上得到消息，香港运过来一批裸体扑克牌，每个扑克牌上有一个裸体美女。那个年代中国人是从未见过这些东西的。然后他说我就去要从海口运一批这个扑克到他是唐山的，他说我要运回唐山买。我干完这一票我可能就可以洗手不干了，因为那个裸体扑克他可能2块钱一副，他可以卖20块钱，那都卖得出去。好，他就教了我很多江湖的春典，叫黑话，教了我很多江湖规矩、江湖春典。然后走的时候，临分手的时候，我说兄弟，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他说你记者？不是的。商人？也不是。他那我猜不出来了。我把警官证拿出来给他，他一看，马上。大哥，使劲！我行走江湖，从几岁开始行走江湖，从未对你们6扇门的，是闻都闻得出来的。今年我走眼了，我应该扣一只眼睛给你。我进来，因为我们老祖宗给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宁送一锭金，不奉一句春”，就是黑话。你让我送你一句，我都不会送，我宁可。你有可能我给你一锭金子，因为黑话这涉及到我们系统里面。我今天教了你这么多黑话，我这70遍判处了。我说这不怪你的眼力问题，是因为我刚入职，身上还没有警察那套习气，所以说你断不准我。这都是江湖小故事。而且我相信不只是因为你才入行没多久，是因为你身上本来就带有野气。但是这个故事也告诉说，这些江湖上流传下来的，包括这些你刚才讲的这些春典中的这些话、一些暗语啊、切口啊，也包括显然还有一套网络。这也不是今天这个手机啊各方面这么方便的时候，那套网络还是用某种方法在存在，而且在运作。不然他老远从唐山那边哪来知道什么海口来了一批裸体扑克？对吧？他这个就是奇怪的，江湖就是这样。我曾经在看过有一个西方的一本书叫《谣言的历史》，从古希腊的时候讲谣言怎么造谣，谣言怎么能够一日千里的传递。这个社会啊，即使在遥远的古代，没有飞鸽传书的那些传说，它一样那个谣言不胫而走，就是那种比如说山东开始出事了，我们可能云南的人都知道了。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一个信息传说的，这个是人类的特有的一种现象，就是那就今天的网络社会形成的网络江湖，那又有那就你像黑客组织，那就是新的江湖嘛。黑客组织甚至你我之间互相都不认识，但是我们在同一个组织里面，我们都有属于技术高手，我们一起说去攻杨渡，然后我们两个就联手了，我俩一辈子都没见过手。这网络江湖又是新的一种面貌了。就时代的发展，在遥远的古代，他们都有办法能够找到同道，在今天更不缺乏这种事。所以我相信，随着时代的演变，这个江湖会用各种不同的新的形式展现新的面貌。但我相信它中间很多精神应该还是一致的。比如说野福兄刚刚提到，江湖中都最重要的是一个义字。我相信在许多不管你称它是黑社会帮派，甚至是一般民间中间的结盟，中间大部分都是以义字。我相信这个东西会在未来的江湖，不管它以什么形态，还是会存在。而未来的江湖中间，随着科技中间也可能用不同的形式，可能有更紧密的联系。到时候我们就有机会看到，譬如说在中国大陆这么庞大的地方，有这么庞大严密管制的这个势力之下，那么大个帮派系统之下，还会有新的系统、新的民间，那就新一代的江湖传说，让我们未来拭目以待。
今天我们这段对谈的时间差不多就到正好这里，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来接受大家的提问，还有这个荧幕前的观众的提问。是我们先看看台下有没有什么人要问一下野夫兄还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哎，子云兄，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他们一艘清国的这个巡洋舰叫海旗号，很妙哦，就是跟你讲的一模一样。你在湖北的时候，那个海军被调去要炮轰当时的起义军哦。那另外一艘这海旗号在大西洋，他是先去参加英国乔治五世的这个登基典礼哦，那接着就跑去美洲哦，在纽约哦，那接着因为当时墨西哥有排华，清政府竟然还有力气叫这艘船去耀武扬威一番哦，对，就是震慑当时的墨西哥哦，当时变成一个就是大清末年的一个炮舰外交啦。那最后他要返航的途中，就是武昌起义，就是成功了。船上的那个就是三副，就是你说的同盟会的帮会出来了，就要求舰长立刻降下黄龙旗，升上那个五色旗。这是符合野夫老师讲的，这是真实的故事。那第二个就是在补充野夫老师讲，墨学很重要。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守势的现实主义啦。他专门去帮助小国，就跟之前乌克兰说的这个志愿军一样，当时跨国的这个就是墨学的徒子徒孙会去帮助小国。他写了一本就是《备城门》，教小国要怎么守备，因为他认为小国如果可以守好，大国就不会来攻了。那另外一个典故是他跟你刚才讲那个帮会的那个行会的那个祖师爷啊。就石匠木匠的祖师爷那个鲁班就是他跟墨子就是有一场兵推，对，历史上最早的一场有文献记录的桌上兵推，对，把那腰带拿下来，哇，我要攻击，就是鲁班说，大王你不要相信他，他攻不下来。鲁班是当年的军火商，这是国际知名的，他造的工程梯啊什么都很厉害。那个墨子说不行，那就把鲁班给气走了，就是史上最早的一场那个贺主就真的就是直处攻宋，就这么来的。那最后就是江湖，从我的角度来看，刚才那个野夫老师讲的，就是在我的角度，我认为那是平行宇宙，庙堂之上是一个宇宙，江湖是另外一个宇宙，那民主社会这个宇宙会替换。所以会像刚才校长说的，也许在这个庞大的中国大陆里面，会有一些新的力量出来。我们就期待中国人民也有权利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大概先分享这3小段，谢谢。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要分享你自己的一些心得，也非常欢迎。要大川兄。多哈，我是有一点好奇了哈，因为特别是如果是从辛亥革命，就是那个时候要把这个满清政府拖下来的那个过程啊，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你说天地会的形成，他们在台湾嘛，可能是跟这个郑芝龙或这个郑成功这个系统有关，就是这样的那种江湖，这种比较是帮派也好，它具有某一种国家的那种要集结力量来对抗一个国家，这样就要有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这种样态。看起来它有没有受到日本的影响？以前一般的江湖当然是一件事，那种已经放在某一种国族概念想要推翻，当然推翻我们满清我也不是很欢迎的我们都变异族嘛但是呢，我有一点好奇，这个里面因为日本的参与这个辛亥革命啊，还有一些在留日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天地会后来的这些情况。
在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历史上的因缘哈？因为我看日本的早期的这种忍者的这个系统是非常严密的，而且这个日本大概它的情治的这个也相当严密，到今天还是如此。那我们这个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这个机缘哈，使到在整个清朝面对那么大的问题的时候，要有一股力量来去做这种整合跟对抗，看起来其他力量都不行这些力量看起来都跟日本有关系，所以有没有这种连结对，谢谢。我先说两个。对，传统的江湖的大帮会，我们说的一清一红一百年，这是传统的三大帮嘛，青帮、洪门、白莲教，应该是跟日本没什么关系。但是辛亥前的清末的，几乎这所有的会党，这些同盟会也好兴中会也好共进会也好等等，这些几乎都是留学日本的。那么在日本里留学期间，一定受到过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那种熏陶，至少是。就拿鲁迅先生举例，鲁迅先生很有佩刀的照片，我见过，是他哪个朋友写他常年睡觉枕头下面横着一把刀。秋瑾那完全是仿日本武士的那照片。那个日本武士道精神这一块有点像我们墨家学问的那一套那个讲究以求死之心去作战。我这一战我就是来找死的，我想那么想我要活下来，你只有以求死之心去战才能够赢。武士道讲剑疾履疾，我剑尖到你身上的时候，我血尖也到了你的面前。这些对于清末的这批革命党的影响，我认为是肯定存在的。而且日本的黑龙会那个时候的也是江湖帮会，对孙中山这些是有出钱出力。黄花岗烈士里面也还有日本人所以说现代的这一个革命党人这一场运动，我认为与日本应该是有影响有关系的，但是我不是做史学研究的，我只能回答这么多。而且我相信刚刚那个野夫兄提到，包括他跟国父革命时候跟黑龙会得到头三满之类这些朋友的支持，大力的支持，甚至非常有理由相信日本的这些江湖中人也和中国传统的江湖中人也有他一定的联系方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三合会，因为秋瑾也是三合会的，秋瑾在三合会中还是有职位的，所以这些事实上就有可能是这个。但是两边的这些江湖中人，我不太愿意只用帮会两个字来简化，但是非常有可能联系。但我相信应该有学者或者其他人愿意做更深入的研究。印台，请。那个野夫可不可以稍稍谈一下这个在江湖这个意念上，女性的角色怎么样？有个问题也是你问的吗？这边正好有一模一样的问题。我念一下，他说：“野夫老师能举个江湖传说中的女性的实例吗？”刚刚讲了秋瑾，就是秋瑾。那个除开秋瑾时，还有尹家的两姊妹，姓尹的我记忆力不好，那是在同盟会那里面是有巨大作用的两姊妹那个古代那个女性侠客，那是常常不绝于史的，鸿福夜奔那个各种这类似的故事。我要说的是，在现在的那个
民间社会里面，我其实往往看见的真正勇敢的，我只说我的中国我经历的见到的人，在这些年来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女士，这是让我感到我们男人要为之汗颜的一件事情。那这些年被抓被判的，在中国好多女士，肖兰、张展，这就是江湖中人。这要再放在古代，这都要写进江湖游侠传的人。武汉封城那么严，张展一个人敢去了解实况，为此受到酷刑坐牢放出来，最近又失踪了。这就是一代侠女侠。我永远，也许我追不上她，赶不上她，但我永远要做一个愿意记录他们的人，要让这些伟大的事迹传之后世，让它成为华族的人格上的一些好的范本。这边有一个问题，他是说，可不可以麻烦您讲一下那个我们今天讲到这些江湖，跟中国传统讲的，刚刚您在一开始也提到这些侠士啊、刺客啊这些，有什么关联或有什么区别？在我想象中，传统的江湖，它的连接纽带是忠义二字，对内要忠，大家要忠于这个组织；对外我们要讲义气。什么叫义？义者义也，就是应该的那个义。义气在训诂学里面，义这个字儿，就是一个人的天良觉得应该去做的事儿，你去做了，你就义气。那他们和现代的反抗者，传统的江湖和现在的反抗者之间到底有哪些共同性呢？我认为第一点，苦爱自由，认为自由大于生命和爱情，这个是我认为是江湖精神的一个相同之处。第二个，敢于挑战，敢于反叛。传统的江湖是这样，你的王朝的，你庙堂玩你们的，我们玩我们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江湖自古也不去招惹王朝，其实他是不怎么招惹王朝的。江湖它并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它不是，他只想过一个我们要想过的人的日子，请你们不要打扰我们。江湖其实它的生存原则是这个。它为什么在中国像我成长的那些小镇，就这个小镇，街坊邻居有什么纷争之事，往茶馆一坐，请几个老大爷往边上来听，你讲你的理，我讲我的理，讲完了，几个大爷断下来的理，我们不管你心服不心服，你都必须要认。这就中国古代一直有个文化叫习松，就不要去轻易动辄打官司，打官司有理无钱不进来，依靠朝廷断的案你同样不服气，那我们还不如请我们民间断案。所以过去的很多是非消化在江湖中，消化在民间自组织里面。因为你像义这种东西，我相信在今天为止还是台湾的，我要问台湾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问了好多人试着问，包含我们龙老师，最后一想还是礼义廉耻，义排第二位。这种任何一个族群，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国家，它都要有一个核心价值观，你都要有一个主流意识形态，你为你的后代子孙提倡什么，扬弃什么，
无非是礼义廉耻，我们重新给它一些新的定义，给它一些新的内涵。因为传统的礼，可能放在今天来看，它有些礼是不合适的了，有些礼依旧永恒的合适。那无非是一个淘汰的过程，给礼义廉耻注以新的内容的过程。礼义廉耻这4个字非常美好，不仅是我在台湾处处见到礼义廉耻4个字，我生活的泰国100多个华人学校，每个华人学校那么破烂的房子，那么一批华族的子孙流离在那儿的亚细亚的孤儿，他们的操场，他们的教室都大写着礼义廉耻4个字。我认为这就是遥远东方可以跟普世价值毫不违和的价值观。事实上，我想我们在座多数人都看过武侠小说。事实上，我们的人格中间，我们信奉的许多的待人处事的原则，其实很多是从武侠小说学来的。学校上挂的礼义廉耻，也许变成他明确的训示，但是在生活中这许多具体的实践，譬如说对朋友一定要够意思，对不对？或者在一些钱财上面的取舍，有些东西我宁可不要钱，但我们也要做到什么，这些都变成是我们在那些武侠小说、那些江湖故事中学到的生活的体验。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应该还有几分钟？那我们看看，在座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我先请那个朱明兄，再请舒明兄。我会很快的。我当然是少数人不晓得野夫是谁的，我也没有看过你的书，从来没看过。自从英台介绍，我们从 Amazon 书。那我想，我当然上网看了很多你的 YouTube 上很多你的一些 interview， 说对你有点了解。那我想很好奇，就想知道你在监狱里面6年，我想在监狱里面应该是一个很江湖的地方，牛鬼神蛇都在那里面。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在6年中，在监狱里面你的一些事情？谢谢。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你只能讲一个特别的故事啊。我判了6年，做了4年半。监狱中国它是政治犯是一定要跟刑事犯放在一起的，他不会让你们一个中队全部是政治犯，那你们就要成立党支部了，你们可能就要创党了。因此他一定是把你们放在刑事犯。所以我认识中国形形色色的各种犯罪，刑法那么多条，每一项的罪人我都认识。甚至我还认识那个很多监狱女子监狱的，因为我们监狱也到了春节，他也学中央电视台要办春晚。这个真的，我都有照片的。我讲这些，而且那些狱警到现在跟我都是朋友。只有监狱办春晚的时候会提前1个月排练，会把女子监狱挑出来的文艺先锋来和我们男子来一起排练节目。我们也只有那个机会才能够一睹红颜。但是那个监狱里面虽然是形形色色的这种各种犯罪分子，各种不要命的人，但是确实放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大家都是罪犯的时候，他又会诞生新的规矩。就是每个监狱、每个中队，包含看守所，每个房间，像中国的看守所当然缺德的多，一个房间我们很小的一个房间至少要装6个人，晚上睡觉都是肉挨肉的并排睡在一起。那大的我睡过50个人的那种房间，就这么一条通道50个人，而且每个人必须侧着睡，然后有人专门来盖被子，因为你都没有盖被子的可能，只有人像撒渔网一样的把被子盖在这一摞上面，那就是一个丛林社会。但是丛林社会它也要形成规矩，它没有规矩的话，那大家就要频繁的互相打死，他一定很快就能形成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只要有这3个位了，基本上秩序井然。监狱
也好，看守所也好，那些人放一个人在你的公司，你都会头疼不已。但是你当100多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反而管起来非常容易，大家道义有道，讲规矩了啊。那我进去几个月，我就是老大了，我一点不吹牛。这个我们现在那些狱警啊、指导员、队长都跟我是好朋友啊。那是，比如说当老大，这是一个要竞争的事儿，因为每个人都想从这样一个恶劣的丛林社会活出去。连判了10缓的人，他也想活出去。10缓在中国缓刑2年，这2年看你只要没犯错误，就不枪毙你了，就改为无期。无期又要2年之后才改为有期15年，这就去了前面4年就白过了，还要做15年，15年才这个时候开始才能争取减刑的机会。15年多半能够减个，表现好的话减个3年，那你12年加上前面4年啊，就16年是基本一个10缓人最少要做的那这每个人都想活得出去，那当老大当然是最不受苦，最不会被人欺负啊。你一定在里面，假设是黑心一点的老大的话，你家里不用探监，自然那90个犯人会来跟你进贡。每一次探监的时候，他们会规规矩矩的，家里给他送，比如说1条烟，他会马上拿半条烟来进贡给你啊。那当老大并不是监狱，并不是说谁练个武术，谁最有那个力量的，谁最敢打啊？谁我是杀人犯重刑，我就能当老大，压根儿没那回事。那个里面要想当老大，你必须第一，你人格是我们都尊重的，你的人格人品我们尊重，你为人处事我们尊重。第二，你比他们聪明。第三，你要像他们一样勇敢。你要不具备勇敢这个品质，你也当不了老大，因为你当老大一定会有比你5大3粗的人上来挑衅你，那你该出手时你就要出手，你不出手，那你这个老大立马就像狮王征战一样的，你这个狮王就被新起的狮王把你赶走了啊，把你吃掉了。那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但是那个里面他遵守规矩，认了你是老大，那就认了，从此相安无事。我都出来这么多年了，因为我在网上有名了，很多当年的罪犯陆陆续续的，每年都要放出来几个，都是去年还有一个找到我了，我说你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连你外号我都记得，10缓犯人。我说你活出来了，他说差点枪毙了啊，终于活出来了啊！我说，然后跟我汇报啊，讲他现在在做什么啊，买卖在，因为这青春都已经过了，这出来都40、50岁的人了，他为什么要来找我呢？他也记了我一辈子，因为他从来没跟政治犯打过交道，他从这个政治犯身上，我们关在6人的一个小号子里面，他从我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一定要找到我道一声谢啊！这就是监狱里面的江湖，其实也蛮好玩的。我一定要追问一下，那你当初一下就变成老大，应该不只是以力服人，一定有以德服人。政治犯这个头衔是不是有加分作用？政治犯这个头衔有加分作用。第二，我前警察身份有加分作用，这个是实在的。因为什么呢？你在犯人中间形成你的老大地位过后，如果监狱方面管理方不认可你，你也当不了。他还必须得到狱警方的默许，说，要不这个人还可以，让他管这个中队。因为监狱一个中队100个犯人，狱警3班倒，每一个班次只有2个狱警，就一个中队的狱警总共也就6、7个人，而且是不允许配枪的，狱警是不能配枪的，因为你要配枪的话，那就真有犯人抢你枪了，那就开始越狱了。所以说狱警其实是赤手空拳在监狱里面活动的，那有的是
迟缓的，有的是不想出去，老子就死在这儿的。他的安全感靠什么获得？狱警背着手赶到监狱里面、车间里面来逛，他从哪儿获得安全感？从我们老大身上获得安全感。只要有这个中队有一个好的老大，给了他信任感，给了他安全感，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没有任何人敢动。这个国家的管理其实也是这样。他其实，你真的一个总统、一个主席、一个或者总书记有多大的能耐？他其实是下面的爪牙在起作用。那犯人头其实是这个中队的警方的爪牙，就是因为我天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知道哪个人有危险，哪个人没有危险。有危险的人，警方不会去。狱警是最低的层面的社会阶层，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多少水平。有的人想自杀的，有的人想杀人的都有。只有我们天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去安抚他，能去管理他。狱警是做不了事。我写的那个八子二胡，那个现在都在网上找得到视频了，就是我那个犯人，他是拉的一手好二胡，他是一个裁缝做的一手好衣服。我们那个中队又是裁缝中队，我们叫他总裁，是真的。他做衣服终于做到烦了，有一天说老子不做了，因为他这个是杀死了自己亲兄弟的人，属于那种就是真正的杀人犯，而且是把自己弟弟杀死坐的牢。那就是这个人是那种真正的我见过的那种，一方面有极高的艺术天赋，他的二胡拉得超过中国国家二胡的水平，但是他说不做了，那狱警就有谈话，队长指导员都去跟他谈话。你以为中国监狱有3句话：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在这里干什么？就是让犯人有犯罪意识。你是什么人？你必须回答罪犯。来到这里干什么？改造。所以当这个总裁说老子不做活了，这叫抗劳，在监狱里面抗拒劳动，抗劳是要加刑的，可以。那队长说，指导员都去威胁他，你不能抗劳啊，你不劳动，哪有监狱还国家给你一天一日3餐管的，你在这儿想清福，那怎么可能呢？队长、指导员做工作都不行，然后喊我去跟他谈，我说你为什么？你本来就吃了裁缝这个饭，汉人监狱赚来的你现在又是这儿享受总裁的待遇，他真的是总裁待遇，下面的都是技工，他是裁缝都是相当于木匠大师傅。他说野夫你别劝我了，这个事儿我不买你的面子了，老子说不做了我就不做了。第二天早晨他起来，我们都要吃早餐的，只有到厨房门口排队领馒头。我在他情绪我已经知道他已经开始要精神病爆发的那种状态了，我一直跟着他陪着他。就在我们洗脸，因为在厨房门口都是洗脸的地方嘛，洗脸刷牙的时候，我看见他进厨房，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看见他从厨房里面把一把切馒头的刀，馒头不是拉成条了一切，那是钝刀，就在我面前，2个手指一劈，嘣，一刀下，2个手指一下就飞出来。碰到这样的人，那监狱狱就没办法，我自伤自残了。老子说我不拿裁缝剪了，我就把我拿裁缝剪的手都砍了，这就叫狠人。然后这种人就马上要拖到医院去，我拿纸包着他的2个指头，狱警开着警车把我们送到医院去，医生就问要不要接上，这刚剁下的手指是可以接的，现代医学。指导员因为要接就要监狱要多付医药费啊，指导员也不做决定，就问他说：“徐小乔，你要接吗？”他一句话说：“
老子要结果还砍他干什么？好，那就包扎一下回去，手指还在我手上放着，求生走着。哎，我说指导员，这手指怎么办了？他也不要接，指导员也不知道怎么办。就这个哥们儿自己的手指，他跟我说扔出去喂狗，我就扔出去了。我说你这害死个人！今天早晨环卫工人起来扫个大街，看见2根指头，要吓死。那像这种发生的，马上他就要调换中队，因为他这个中队，他跟这个中队的干警就结仇了，他随时有可能要砍干警的，于是换个中队，那新的干警跟他没仇，那你不想做裁缝了，你就去做其他事儿了。他并不是抗拒所有劳动，只是一个人做了10几年服装，突然有一天就爆发了。好，现在他的二胡网上都查得到，就没有这2个手指，就靠这2个手指拉得出神入化。树皮兄，来，只是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说，野狐先生谈的这些江湖啊，好像都没有讨论到所谓这个宗教组织在这些江湖里面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很多动荡的时代，很多是依赖宗教团体来推动很多东西。当然，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题目了。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铺开来谈整个江湖历史。其实，江湖在民间社会里面，除开我们说的中青会、同学会、商会、行帮以及秘密社会以外，民间宗教是江湖一个重要的分支。白莲教扮演着这个角色，是作为民间宗教的一种。民间宗教还远不是这一种，像你们台湾的一贯道那还有很多，那像大陆的法轮功怎么会突然冒出来的？我在欧洲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碰到一个，因为我外语不好，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一个学者研究中国的，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你们国家现在这个正在抓的法轮功，其实是白莲教。”他说：“每到我研究中国的这个历史，每到王朝末年，白莲教就会又换一个名字出来。他根上他的法统是白莲教的。”他可能在那个朝代叫那个黄金，或者叫红金，或者在这会儿他叫法轮。他说我的研究者，因为我没研究这个，我只是一个文学创作者，我那当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他跟我拿了很多论据来。我觉得西方人可能看的反而隔山观火，看得更准。我也有认识的朋友是他们那个圈的，那么我跟他们也有过对话，就是我说我也是，肯定我不是你们的信徒，我不相信这些东西，因为我为什么不相信呢？我当年当书商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水晶头盖骨之谜》。是买的英国 BBC 的版权，是他们在南美去发现了那个水晶头盖骨，说是凑齐多少个水晶头盖骨的时候，人类就进入末世。那是 BBC 正规的一个电视节目编成了一本书。这个书我引进了中国出版，使我一夜之间脱贫了，赚了大钱，就用麻袋装钱的时代。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书被查封了，排名第1号。新闻出版社的文件排名第1号，水晶头盖骨证明。我说这样一个科普书、科幻的书，顶多是一个科幻书，一个关于神秘文化的书，而且有大量的 BBC 拍的视频、照片等等都在里面，为什么要封这个书呢？说李洪志跑了，他家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水晶头盖骨之谜》。我眼看着空中的钞票一下就没了。民间宗教当然是江湖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块
我不好去评价。那在大陆现在的民间社会中间，宗教还是可以跟这些地方势力结合吗？还是宗教在被严格纳管之后，基本上大陆就没有什么宗教了，所有的庙里面都有党委书记。我认识好几个和尚到泰国来看望我，我说你们怎么跑到泰国来了？说我懒得每天去升国去走正步，这都真是的。好，我们这边他这边还有一些问题哦，就是他虽然问的是台湾，我不确定你有兴趣回答。你对台湾的这些地下民间这些，他跟这个传统的这些大陆，我愿意回答啊。我跟台湾的老的江湖青帮红门都有过交往，都有过很深的关系。我不想细说。新的江湖，台湾还有新三帮嘛，竹联、四海、天道盟。新三帮里面，我只跟四海帮，结下了兄弟情谊啊。那么其他两帮我也没有接触，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在台湾的这些帮会是合法存在的，它不是非法组织。至于他们帮众里面有人一定会在灰色领域讨饭时，一定会有人有弟兄要去做牺牲品，要去犯法。那犯法了，你就警察一样抓，法院一样判。他不会因为这个帮里面出了一个犯法的人，就把整个帮给灭了。就像一个党员贪污了，你不可能把这个党都解散了，道理是一样的。谁犯了罪，谁伏法就完了。我到日本去，他们安排也去警视厅了解情况，去律师公会了解情况。东京大学那次邀请我就去问了山口组的存在跟你们台湾这些帮会存在一模一样的，都是合法注册的。山口组在日本，甚至日本民间社会的大家彬彬有礼，不敢乱来，与山口组的存在有巨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事情是法律管不了，比如说你在街上一个年轻人欺负一个老年人，法律他对一个老年人推一下骂两句，法律能判这个年轻人吗？判不了。警察能去抓他吗？不会去抓他。那山口组出来两耳光一扇，道歉啊，马上道歉，规规矩矩。民间礼数，它有时就是靠这种才能约束，它不是说一切是靠现代法治就能够管好一个社会的。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偏于守旧的人，我认为传统的这些东西，它存在了这么几千年，它一定有它的合理性。的确如此，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就在现有的继承的体制中间，这缝隙中间，你要维持它的安定啊，甚至维持那些秩序，就需要一些额外的力量，它去填补这种正常的官方的正规的体系的不同。我想今天差不多时间，到这里大家也差不多。那我们非常谢谢野福兄跟我们分享了他的那么多对江湖中间的看法，还有他个人那么多特殊的经验，还有刚刚印象最深刻，当然是那位总裁，因为他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总裁2字的认知。而且你也知道，过去在台湾总裁是有特殊的意义的。然后当然也非常谢谢今天有非常多的好朋友特别赶到迪化街的现场，也谢谢所有在直播这个转播镜头前面的所有的观众，谢谢大家抽空来观看今天主要是野夫兄的谈话。当然我最后要再做一个小小的建议，这也是受到野夫兄启发，如果印台愿意的话，希望也可以帮忙拍卖我的晚饭。我很乐意参与。拍卖你的晚饭，首先要征得太太同意，因为极有可能很多美女来拍。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活动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